大家就是后半部分我一直没有看 OP，应该会等这一集看完之后结尾处看一下 OP。この先いるな。どうするパウロ？まだ余裕はあるが、一旦戻るってのも手だぜ。いや、進む。それぞれの装備の確認をしよう。了解。ルディ、私のスクロール何個か。说不定真的撤退一下会好一点儿。じゃあ治癒魔術をいくつか。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どんなガーディアンがいるのかはわかりませんが、こちらの戦力は十分です。因为他那个 healing 得念那个咒。全力で援護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どうにも俺はビビり癖があるので。はい。确实啊，鲁迪意外的会有点胆小。よし。全員準備はいいか？ルディ。何でしょうか？この状況でこんなことを言うのも悪いと思うんだがな。じゃあ言わないでください。おう。決戦前に大事なことを言わせるもんじゃない。そういうのは帰ってからでいいのだ。行くぞ。是说 Loxy 那个事儿吗？有话还是直说的比较好吧。他们这个站位也是按照他们的这个职位。这什么大 boss 吗？可能还不算。啊！已经找到了，像亚尼一样。这什么九头蛇？所以他一直都被困在里面。还行，没死应该。但保罗已经失去理智了。很帅，但是保罗就差一步了，救出杰尼斯。哇，这太巨大了！太强了，大家。他就是有什么保护罩？只能用剑术、体术。ルディ、あれを。消耗战，这样对剑术什么的更劣势了。哦，艾丽娜太可靠了。确实，这个时候还是撤退吧，得有一些具体的战术。反正杰尼斯肯定就近在眼前了。力を失いしかの者に再び立ち上がる力を与え、ヒーリング。大丈夫ですか？かすっただけですわ。父さん。叫他有多少？あれはゼニスだ。間違いない。ちょっと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悪かった。今は落ち着いている。母さんはあれで生きている。一般冰冻住了不就是
就身体机能应该还是生きてるかどうかなんて関係ねえだろうが。そうですね。やめろ喧嘩は。ルディ、あそこにゼニスがいたんだぞ。お前の母さんが。なんでそんなに落ち着いていられる。取り乱して何かが解決するんですか？そうは言ってねえ。確かに冷静すぎ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もゼニスとはあまりに接点がなかった。母親というより一緒に暮らしていた他人。7歳の時に別れてから10年近く会ってない。とりあえず現状の整理をしましょう。ああのガーディアンには魔術が効かなかった。鲁迪是保罗需要的。触れただけでエリナリーゼさんの防御を突破できるほどの攻撃力。そして石の中に閉じ込められている母さんは生きているかどうかもわからない。我以为这种冰封就肯定是还活着。母親を見つけた時の態度がそれかって言ってんだ。やめろ。親子喧嘩は宿に戻った時にやれ。ふざけやがって。喧嘩はそこまで。我也很能理解保罗吧，啊，这么久了。大丈夫ですよ。そうですか。パウロとこんな風になるのは初めてじゃない。今回はちょっと歯車が狂っただけだ。ゼニスさんの結晶化ですが、なんとかできると思います。本当か。私も今のゼニスと似たようなことになった人物を知っていますけど、ちゃんと今も生きていますわ。应该解冻就好吧。私も初めて見る種類ですわ。見りゃヒュドラってのはわかるが、あんな鱗を持ってる種なんて聞いたことねえ。しかも再生までしよった。あれはおそらくマナタイトヒュドラです。本で読んだことがあります。全身が魔力を吸収する鱗で覆われた悪魔の吸收種。魔力。てっきりおとぎ話だと思っていましたが、実在していたとは。魔力を吸収ってことは、俺たちは奴にダメージを与えら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か？本に書いてあったことが本当なら、ゼロ距離で打ち込めば通用するはずです。しかしダメージを与えたところで再生しよる。厄介ですわね。ヒュドラの首は火で炙れば再生しないと聞い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ギリシャ神話の英雄ヘラクレスの話だ。ヒュドラを切った後、切り口を松明で炙ると再生を阻止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らしい。所詮は神話、信憑性は薄いが。なるほど。傷口を焼くか。傷口なら鱗で魔術が弾かれる可能性も低いです。試してみる価値はあるか。よし、じゃあそれで行ってみるか。おいパウロ、それでいいな。ああ、気のねえ返事だな。分かってんのか。あいつの首を切れるのはお前しかいねえんだぞ。还真是。パウロが首を落とし、俺が即座に焼く。場合によっては俺も危険な立ち位置になる。エリナリーゼ、タルハンド、ギス、それにロキシー、お前らには今まで世話をかけた。都是好伙伴。考えられないぐらいすげえ尽力をしてもらったと思ってるけど、それもこれで終わりだ。ゼニスを助けるか、仮に助けられなくても俺の家族はみんな見つかった。哦。これで最後なんだ。力を貸してくれ。かしこまるなんてあなたらしくありませんわ。ここまで来て力を貸さんアホはおらんわい。パウロも随分と丸くなっちまったな。勝ちましょう。この戦いに勝てば私たちの旅が因为報われ有了想るというものです。守护的家人，所以有了变换。ルディ、お前は本当に頼りになる息子だ。そういうお世辞はヒュドラを倒した後にしましょう。お世辞じゃねえ。本当にそう思ってる。俺はお前みたいに冷静にもなれねえ。アイディアも出せねえ。
がむしゃらに突っ込むことしか考えてなかったバカだ。ダメな親父だ。哦，别这么息子のお手本说に。はなれそうもねえ。それを分かった上で言わせてもらう。親の言うべきことじゃねえとは思ってるけどな。いいか。死んでも母さんを助けろ。はい。哦，如今，即使他觉得他跟妈妈不熟，確かに但他还親の是言うべきことではない。しかしそれはパウロの覚悟であり、俺への信頼だ。なら俺はそれに応えるだけだ。ゼニスを助ける、その目的のためにパウロと意志を共にするのだ。よし、行くぜ。怎么这么悲壮啊？哇！父子配合。やはり接近してぶち込むしかないか。予定通りですね。行けますか？大丈夫です。ルビー、俺の背中から離れるんじゃねえぞ。はい。哇，太强了！どうだ。哦，保护法师。よし、有効です。よっしゃ。不是，这也太厉害了，保罗！我妈呀！任せなさい。ロクシー。 Healing。神なる力は芳醇なる糧。ヒーリング。ルディ。はい。一招接一招的。離れろロクシ啊！燃やします。神なる力は芳醇なる糧。ヒーリング。すまぬ。いける。押し込むぞルディ。待て、何かおかしい。他把烧伤的那段给咬掉，他就又可以再生了。小さなくすぶりが巨大なる恵みを焼き尽くさフレイムスロ何か来るぞ。警戒しろ。ブレスが来ます。俺の近くに寄ってください。保护罩。哦。这体力都要耗尽了。ルディ。
残り1本だ。バカ野郎。哦，应该没事儿，应该没事儿。又想到了龙神，断臂了都。くすぶりが巨大なる恵みを焼き尽くさん。フレイムスロ天呐，保罗没事儿吧？断臂还能？奇跡の天使よ、命の鼓動に天なる息吹を与えたまえ。赶紧去治保罗。天にいただきしたいよ。神なる見つかいは赤を嫌う。光の海に舞い降りて神白の翼を広げよう。さすれば赤は駆逐され、シャインヒーリング。啊，この魔術では失われた部位は元に戻りきらない。でも落ち着け。ヒュドラ相手に左手だけで済んだんだ。パウロが助けてくれなければ死んでいた可能性も赶紧高いだろう。把保罗治好。助かりました、父さん。父さん？啊，不是吧？好，别这样。虽然说让鲁迪拼死都要救出杰尼斯，但他最后也没有让鲁迪真的死，他还是去保护鲁迪了。我真服了。本来还有话要跟鲁迪说的。真的就是无法将死人复生啊！
哦。もう4日眠ったままです。もしかしたらこのまま。奥様、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奥様。母さん。奥様。他失忆了。あれから10年近く経ったのです。もしかして奥様？是不仅是失忆了吧，是完全。哦，好多鲁迪的成长的样子。哇！哦，好哦，保罗。对。啊！哦，别这样！哦，还是左手。觉得前2集就本身就有一些类似死亡 flag 之类的东西，但是意外来到的时候还是这么的突然嘛，真的还是没想到保罗会在这个时间点就这样下场。看到他这么凄惨的这个死状，又是很难过，但是另一方面又很欣慰，他还在有意识的时候看到了自己的儿子，而且可能詹妮斯也得救了，没有让他抱着这样的遗憾死去。就保罗他也是完成了自己的夙愿吧，就是救出詹妮斯，然后鲁迪也是这样子的平安，即使他说鲁迪即使要死也要救出詹妮斯。虽然一开始就是被描绘成一个看似就是对自己的妻子也不忠啊，然后对儿子的教育方式可能也是比较有争议，但是他一路上都是在不断的，不管是低声的求人，还是说是拼尽自己一切，即使是生命都要去救他的妻子儿子，并且他也做到了。这怎么会是他口中无用的父亲呢？本身我看到保罗就是被那个海德拉这样击倒在地，我还就是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就是可以治疗啊之类的。但是像鲁迪他的这个手，他根本就没法这样再生全部的这些部件，那保罗他这样子直接被这样腰斩，就更不可能复原了。这鲁迪来说也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了，也许比以往的一些打击还要再更重一些。但是我也多少庆幸他们最后的
的这一次对话并不是完全的争吵吧，还有这样互相彼此全身心的这个信赖。你在接触到保罗已经去世这个现实的时候，其实也很真实，就是完全是那种已经晃神儿了。生活就是这么残酷吧，就是当你以为一切都要好起来，成功就近在眼前的时候，却这样给你当头一棒。这一击还没有过去，另一击又马上发生，就是杰尼斯虽然被救回来，拼了保罗的命救回来，但是他好像已经就是可能有点类似于那种可以动的植物人。我觉得到了这一刻，鲁迪真的是完全全然的绝望了。这集整个打戏的动画制作方面也是挺惊艳的，真的很直观能看出保罗他作为这个剑士能有多强的水平。在迷宫前几层他还没有展露出他的全部的实力，但是这次看到 Zenith 近在眼前，他直接真的就是一整个全力爆发。就是鲁迪他本身也是感觉能用他的那个预知眼，但是当鲁迪马上要有危险的时候，反而是保罗比他的这个预知眼还快了一步似的，就更能看出来保罗是多么优先考虑鲁迪的这个生命吧。他不仅在这么高强度的这个战斗下一直不停的挥剑奔跑，他还不断的关注到了他身边这些队友的战况。但是我觉得鲁迪他可能看不过来，因为他不仅要看好多条头，就是那个蛇头，他毕竟只有这一只眼睛嘛，而且他可能也多少有些依赖他这个眼睛了，再加上他本身对于这些迷宫的经验啊等等，就不如其他这些之前就是冒险者他们的这个经验多。看到父子俩这样子合作亲密无间，我还是挺感动的。也是一如既往的擅长这样就是情绪的急转直上和急转直下吧。虽然我是一点都绷不住了，但是其实整个的情绪，但其实这一集很多情绪是非常的克制的处理的。沉默太久的路没电了。但其实又说回来，他们这次行动可能还是多少仓促了一些吧。其实本身他们这个情况 Zenith 已经在那儿了，反正他们是现在立刻马上去救，还是再过一点时间去救，比如说去制定策略呀，然后呢补给啊之类的，然后再去救，可能其实这两者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了，因为他要么已经救不活了，或者能救活的话，过一两天再去救，他也还是同样的这么个形态。这又说到基斯他最开始就是通风报信儿的那个信息，也有说到看到不同的冒险者有看到过 Zenith， 这一信息就显然是错的呀。Zenith 他显然已经是被困在那儿，估计很久很久了。在很早之前，鲁迪收到的消息，什么 Zenith 在那个迷宫探险，那个肯定那个时候就不对了。Zenith 也不可能说是自己自愿一个人只身前往一个迷宫这么低层的地方，然后去探险嘛。最坏的可能，也许他从魔法灾难那个时候就被传到这里了，因为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他为什么会自己到这里，要么就是被抓了然后困在这儿。如果真的是当时那个魔法转移灾难的话，那真的就是这么一个运气的事情，完全改变了一整个家庭的命运。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人参他劝鲁迪不要来，因为人参估计知道 Zenith 是什么情况，鲁迪他如果去救的话，一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一次的话，就是保罗的死亡 ，Zenith 也是一个半残疾的状态了。都不敢想，如果诺伦他们之后知道了这件事，还有西鲁菲，得有多难过吧。这真的是对于整个家庭都是一个重创。之后鲁迪他们应该还要不断的去解救，就是可能有没有帮助 Zenith 恢复的方法吧。我觉得现在也不能直接盖棺定论说 Zenith 就完全救不好了，应该还是有希望的吧。毕竟鲁迪他这个能力真的是很强，学习能力也强。这集鲁迪让我也看得很心疼，就是他总是遇到一些事情之后就瞬间去合理化这件事情。Lux 也是第一时间就看出来了，鲁迪很长时间的这样一个下意识习惯了。他的这个冷静真的是保罗所需要的，他也再一次想到了，这不是第一次我们遇到这种事情了，能有怎么样的方案去解决。我觉得这是鲁迪他去处理去消化自己一些比较压抑情绪的一个方法。鲁迪和保罗就是分开了这么久，每次重聚又带着一些压抑的情绪，终于作为父子可以这样并肩作战，有一些可以一起合作一起共处的时光，但又是这么短暂和这么痛心。
保罗他一直对于鲁迪是个亦父亦友的这么样一个角色吧，对詹妮斯和莉莉娅也是，虽然他对他的妻子不忠贞，但是他对詹妮斯的爱又是如此的奋不顾身吧。他看到詹妮斯的时候，直接就失去了所有理智了，真的有去全身心的爱自己的妻子。就是这一集还是能明显感觉到，从就是第一季的铺垫之后呢，到了现在这个主题其实更多的内核是放在这个家庭上面的。本身的鲁迪他是感受不到跟这个异世界家庭的链接的，如今他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他有一个建立家庭的过程，重新的去体会了曾经自己的家庭是什么样的感受，再到现在他建立起了深厚的家庭的羁绊，却伴随着这样的失去。保罗真的是个塑造非常好的角色，每个人他都不可能是没有任何犯错的，有些错可能永远得不到原谅，这样的人也不是说三言两语几个词汇就可以做标签的，每个人都是非常多面的个体。他不仅为了自己的家庭一直在奔波，他同时也在这样的途中帮助了很多其他的人，包括那个穿着黑斗篷的小姑娘。他也有着非常高超的剑术，他并不是一个无用的父亲，他也是鲁迪的一个好朋友。我觉得鲁迪也从保罗身上汲取到了很多，他现在也是背负这么一个大的家庭在继续前行的这么一个角色，尤其在保罗去世之后，他更要成为整个家庭支柱。我相信鲁迪他不会一蹶不振的吧，就像他无数次在床上躺下倒地不起，但是又不断的又再站起来向出走去。我们再看一眼这个 OP 吧，刚刚哭的我这个都没有认真看清。我很喜欢开头这样，就是很多个鲁迪他成长道路上的模样不断的闪回，保罗和詹妮斯去摸鲁迪的这个手和脚，还是小时候的鲁迪。其实在这样的开头已经暗示了这一季的走向，这个歌词也非常的贴，就是不可失去的世界正在此处，然后穿插着鲁迪他的家人们的这个片段，这些都是鲁迪不可失去的。然后歌词是为此我要不断向前嘛，然后最终在终点的是西鲁菲，他还有很多人在等着他，就算再次遇挫，他也还有要继续前行的这些理由们。很希望就是在标题的时候就出现鲁迪和不同他家人小时候和长大后的这样子一个合影吧。每一段亲情对鲁迪都是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吧。保罗教会了他很多，除此之外他还有他的妹妹，这样兄妹的关系和联系，包括鲁迪和他的妈妈。我觉得鲁迪他跟詹妮斯应该后面也会有更多就是羁绊上的发展吧。鲁迪跟诺伦打招呼的时候，诺伦最开始是低头不想理他，但是又笑起来，其实就是他们这个兄妹之间的一个转变。是这一部分的这个歌词或者这个场景都是荡漾于虚幻之中，就仿佛一切都是一个美梦，就让我想到了本身鲁迪也是充满着希望，都觉得能打完这个团战回去好好的就是相聚重逢，但是没想到就是都幻化成了泡影。黑色剪影的詹妮斯，然后它的背景其实就是那个转移魔法阵吧，而且它那个魔法阵就是红色的，其实也跟上一集结尾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就是迷宫深处的这种转移魔法阵，它跟其他那些迷宫其他处的魔法阵是不一样的，毕竟其他的是蓝色的嘛，就是那种充满着危险和未知。最让我绷不住的还是保罗和鲁迪，他们两个人随着年龄的变化，然后呢不断的旋转，然后呢再到这一个碰拳。歌词也是说，就是这份伤痛会指引我向前，这份向前的力量也真的太沉重了。最后也有一闪而过的还怀着孕的西路飞，现在真的也很怕西路飞这边也出什么差错。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 OP 的画面还是非常棒的。也有非常多的小细节，包括像是那个七星它转移过来的那个塑料瓶，日本的塑料瓶。但是光说这个歌本身的话，我觉得脱离了这首 OP 的画面，我可能不会去再循环多听吧。但是上一首 OP 的歌，我会就是加入到我的歌单。那这期视频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